实际上，自从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英国首相约翰逊等在4月上旬相继前往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后，西方媒体纷纷猜测，大肆鼓动西方支持乌克兰的带头大哥美国是否也会派高官访乌。直到4月2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才秘密访问基辅，在乌期间全程无报道，第二天才在回程的波兰东南部举行记者会，介绍访问情况。不到一周，82岁的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再次赴基辅，上演美国坚定站在乌克兰背后的政治秀。国会有可能会通过33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计划，对于拜登的这个访问呢，就提供了很强的这个实际的支撑。西方的表态呢，不仅仅透露出美国的对乌克兰的支持在经济和军事的层面，而且也反映出呢，越来越体现在政治的层面。如果拜登对乌克兰的访问能够成行的话，那么就意味着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呢，在政治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全面支持乌克兰，以及呢，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政治协调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周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乌克兰最高拉达以视频方式发表演讲，他也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第一位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发表演讲的领导人。实际上，4月9号，约翰逊就出乎意料地在基辅现身，与泽连斯基会面，两人还前往基辅街头活动。根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约翰逊此次在演讲中宣布，英国对乌克兰提供的价值3亿英镑的最新一揽子防御性军事援助计划。该计划包括提供电子战设备、GPS 干扰设备和数千个夜视设备。此外，英首相府还透露，应乌政府要求，英国将在未来几周内派出重型无人机，为乌军被割裂部队提供后勤支持。英国的高调支持呢，一方面反映了英国在这个乌克兰的利益不像西欧的国家那么紧密，对俄罗斯的能源的依赖呀，贸易上呢，它相对比较超脱。另外呢，借助这个俄乌冲突呢，欧洲大陆国家的这个能源国防预算呢，在急剧的上升。那这个势必会影响到北约的影响力。那英国这个时候高调站出来呢，也是为了就是加强这个北约在欧洲安全体系中的这个重要性。此外，德国总理舒尔茨周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称，他本人近期不会出访乌克兰。舒尔茨还提及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前段时间访乌遭拒一事。他表示，施泰因迈尔作为一名深受德国政府信任的，并且高票获得连任的总统，却被乌克兰拒之门外，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行不通的。舒尔茨还说，乌克兰不能一边接受着德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维持自身的安全以及对未来重要的建设，但同时却拒绝德国总统访问。4月中旬，施泰因迈尔原计划访问基辅，但在波兰首都华沙即将出发前，却被乌方告知未准备好安排相关会晤。乌克兰方面解释称，施泰因迈尔与俄罗斯关系过密，在基辅不受欢迎。同时，乌克兰邀请舒尔茨访乌。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德国在俄乌冲突的立场上发生重大转变。德国不仅大幅减少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并且向乌克兰提供自行高炮等重型武器。另一方面，美西方对俄制裁也在继续推进。